心吧，出国的事儿一直就办了。怎么可能就是这出事儿？你这办要打开，也得需要孩子的父亲签字才行。我能帮你签这种字吗？那我还要不要形象啊？你让我给曹光义的儿子当爸爸，你哪怕换一个人也行啊。我真不明白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非得去死。你今天要不是遇到我，连命都没了。白红，你还那么年轻，有什么想不通？你听我一句话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都会过去的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小哥，别走。为啥要救我呀？你先别问我，你先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去死？我怀孕了。怀孕了？不塞了怎么样？还能把孩子生下来？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我没脸活下去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不能生下来。
哎呀，你别哭行不行？你有什么委屈，你有什么话，你跟我说，也许我能帮到你。我去了医院。啊。大夫说，打胎得有人签字。我上门找人去，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。那孩子他爸呢？爱红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哭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他。我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就为了这，你就没人签字，你就去死？行了，别哭了，我帮你签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嘘，大哥，你往那儿看。郭虎，大哥，你说这不是巧了吗？这我还没进去呢，郭虎就已经先到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就听一大概啊。哎呦，你说爱红吧，真是，你这么点小事他就想不开，他居然投江，他要自杀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知道这，我不就给他签了吗？嘿，郭虎把他给救了。精彩的还在后边呢啊！爱红啊，一哭啊，又说呀，哎，郭虎就答应他要给他签这字儿去了。啊，没我事儿了，我这名声我就保住了，我。真的假的呀？那还能有假呀？我这刚听来的，还热乎着呢。啊，这回有好戏看了。走路上说。好嘞，来，咱去哪儿？你的老家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没睡啊？等你啊，都几点了？啊，哎呦，那你赶紧休息吧。你这衣服怎么都湿了？我划船掉到水里了，今天。嗯，晚上划船啊？啊，他们白天不是训练吗？嗯。那没吃饭吧？啊，没有。那行，我去给你热饭去。哎。哎呦，大嘴儿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啥时候回来的？胖了。爷，哎，我这刚回来，我这寻思着，看看您来。看你说的。哎，
姨呀，哎，这红没在家，哎呀，昨晚上回来了，这不又走了？干什么去了？谁知道干什么去了？大嘴儿啊，姨跟你说哈，这次爱红回来，我觉她有点不对劲，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你跟她说话，她老愣神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吗？您没问问他？哎呀，问了，她不跟我说。哎，你说这孩子，你这么大个事儿，他不跟您说的？怎么大个事儿啊？姨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！你没把你当外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说。姨，您这不逼着我说。不行，你不能说半句留半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实话实说，说，你不说姨可不饶你，知道吗？你实话实说。这我说。爱红在医院呢。在医院呢。小哥，哎，久等了。没想到你真的会来。哎，说这话干嘛？进去吧。小哥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别那么客气，都是朋友，互相帮忙应该的。走吧。不合适吧？小哥，这大小也是个手术，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，我求求你了。等手术结束以后，你把我送回去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烦你了。哎，大红，跟我去做手术。小哥，
去吧，我等你。一定要等我。好。医生，怎么样？病人需要住院观察一下，你去把他扶出来吧。去那边交费是吧？啊，对，谢谢。难受啊，难受，坐会儿，来，坐着歇会儿。慢点啊，慢点。哎，你坐这儿啊，我办住院手续去。小哥，你别走。怎么了？小哥，你再陪陪我好不好？我害怕。好，我陪你。小哥，我不知道我会住院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别怕啊！小哥，做人留真的好痛苦啊！你就别担心了啊，这是一事儿，过去就好了。相信医院，相信大夫，好不好？别哭了。你真好。再陪陪我。小哥，你真好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。娟儿姐，哎，兰心啊，你等一下啊。哎，兰心，来，哎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有的时候肚子有点疼，但不是很严重。啊，今天正好顺便路过，我来看一下。行，等会儿我给你开点药吧。啊，好。娟儿姐，刚才是不是有人做人流手术啊？啊，对，我的一个病人刚给他做完手术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啊，我刚才看见，好像看着有点眼熟，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。
她叫爱红。她身边那个人是她男朋友吗？对，她男朋友，这不怀上了吗？他们又不要了。哎，你看那个男的高高大大的，其实心里气得很。你确定是她男朋友吗？这还能有假？手术单上就是他签的字，叫郭虎。哎呀，这个病人啊，在手术的过程中失血过多，需要住院观察。哎，兰心啊，你要认识他的话，就叮嘱他几句，以后不能这么随便了。哎，那拿着单子，来，单子来。兰心，心放肚子里边，妥妥的。哎，这小美人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没通知她呀。这郭虎真是让倒霉给催的。你说现在我怎么还有点同情他？你是同情他，你还是同情兰心呢？你说你这孩子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出这么大事，你干嘛不跟妈说呀？这要不是大嘴告诉我，我还傻着呢。我，郭虎，这个小畜生，啊，他想不负责任，想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事我跟他没完，我饶不了他。我，妈什么妈呀？妈。没你这么作践自己的，你说你在这受罪，他在外面逍遥，凭什么呀？啊？傻吧你就啊，让人家卖了，你还帮人家数钱呢你呀！小点声啊，吵什么吵呀？注意点，这里可是医院。哎，好好。你说你。想吃点什么呀？啊，告诉妈。哎呀，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兰心姐，你好好想想，虎哥他是那样的人吗？是。您别置气呀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你得给他机会让他解释。我看没这个必要。虎哥，虎哥，小娟，干嘛？虎哥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
你见到兰心了？没有，现在全队的人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你干点什么事儿？你问我。这帮人嘴真碎。哟，兰心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，杨哥？以我的这个生活经验吧，有些事儿啊，你得挺住。只要你挺住，哎呀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这帮小子都想看你热闹呢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杨队，是什么人在您这儿说些什么话了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挺好的。虎哥，这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在你身上发生？我要是兰心姐，我也一样，我恨死你才怪。行了，你见到兰心，她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他一个字都没说。糟了，你才知道啊，糟透了。不行，我得找兰心去。不是，虎哥，你别往枪口上撞啊，让他消消气儿吧。我不能让他误会我。他已经误会了。哎，那个吴大爷上来了，吴大爷。刚才还没说完呢，最后他真的相信了。你没看虎子气的那样，我差点笑出来。哎，你说你呀，你非炸他干嘛嘛？我当然要炸他了，我不炸他，他能跟我爸妈说实情吗？关键是你知道我这个大姐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法海和尚。这我得替你说句话，你现在绝对不是法海，你现在是观世音。哎，你还挺会说话的嘛！你还没当上姐夫呢，就跟小舅子勾肩搭背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当上姐夫啊？还不是你这个大姐一句话吗？哎，我说观世音菩萨，你别光记着给郭虎救苦救难了，你什么时候也普度众生啊？啊！等着吧。哎，凤儿。兰心，兰心，兰心。兰心，兰心，开门，是我。兰心，兰心，我知道你在里头呢。开门好不好？兰心，兰心，我知道你在里头，你把门打开好不好？
虎子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妈。那快洗洗手，吃饭吧。我不吃了，不饿。怎么了？跑段长途有点累，困了，眯一觉。妈有事啊？虎子，你在单位见着兰心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，这以前一直不是拦着你们俩吗？现在我们也想通了，所以这个事儿啊就别再拖了，就这2天，你把兰心带回来让我见见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太急了呀？啊，没有，不急。那你这是出问题了？没有。其实这都是我跟兰心一直希望的，只是没想到这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把我吓到了。那就好。那你跟兰心定一个时间啊？定好了告诉妈，妈得好好准备准备啊。啊，那行了，你睡吧啊。这鸡蛋红糖水，趁热把它喝了。好点了？好点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傻呀！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怀了孩子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啥不跟妈说一声啊？啊？他让你打，你就把他打了？你俩谈多长时间了？也就几个月吧。他是认真的？那直接结婚不就得了？你干嘛非要让你把孩子打了啊？我看他就是不想负责任。他做什么工作的？家住哪儿？家有几口人呢？哎呀，妈，问多干啥呀？妈多了解点情况，好为你撑腰啊，傻孩子。他家住临江啊？这就行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既然跟你谈了，又让你怀上孩子了，那他就得负责任。想把我们甩了，门儿都没有。那什么，这妈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，啊，你把它喝了吧。哎。就按这单子走啊。好的。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哎呀，我今天必须要解释清楚。你上班的时间不要说私人的事儿。那我也得说清楚啊。好吧，那你说吧。你对我怎么就那么点信任呢？多少信任？多少信任才算够啊？你教教我。别生气行不行？你误会我了。艾红她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别人现在把她甩了，她想把孩子打掉。到了医院之后，必须得有人签字。为什么是你签的？我这不是赶上了吗？赶上什么了？
敢让你当这个孩子的爹吗？小点声，他求我，这不是朋友帮忙吗？那块手表是怎么回事？也是他求着你让你给他的？你看到了？那块手表，它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它也是另一个人。反正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。队长，光我和兰心在外面吵起来了，你快去看看。吵起来了啊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他俩的事儿不好办。那么说，你真的当过她男朋友？那不是假的吗？送手表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假的吧？他去你家吃这顿饭，肯定也不应该是假的吧？你爸爸妈妈跟他说的这些话也不应该是假的。那只有你跟我说的这些话是假的。我怎么可能说假的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哎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让爱红过来作证。郭虎，你跟我说让我信任你，可是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，你这样对我算是信任吗？我这不是怕你知道了你不高兴吗？你告诉我会不高兴，但是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，我肯定不高兴。这不是都过去了？我爸妈已经同意咱们俩在一起了。这次真同意了。我怎么觉得我跟你在一起，天天头这么晕呢？爱红，爱红，你找安红啊？嗯，她回老家了。回老家了。哦。月月，洗澡睡觉了。妈妈，我不要洗澡睡觉。你在画什么呢？画画。这画的是谁呀？苏苏、妈妈还有我。早睡觉。小柯，进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发现你有点不对劲儿。我？怎么了？爸妈好不容易同意了你和兰心姐的事儿，你咋反而闷闷不乐呢？我有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还想骗我呀？欣姐说没说爸妈同意的事儿啊？说了。那他什么反应？我跟他说了，他就是有点害怕。害怕？
解。那你就把他拉过来，你强硬一点。我拉过来？这样不好吧？小哥，我发现你最近咋有点磨叽呢？那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呀。你想啊，之前咱家对他一直都是那个态度，现在突然间转变了，那他一时半会儿肯定适应不过来。你说他心理压力肯定大吧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主动一点啊。有道理，看不出来你分析的还挺准啊。谁家去？睡觉。过河拆桥。妈，哎，怎么了？我打算把兰心接到咱们家，跟你们见一面。好啊，准备什么时候过来？我想今天就去单位把她接过来。今天？什么都没准备呢。哪有啥准备的？就跟你们见一面。爸啊，刚才跟我妈说呢，我打算把兰心接到咱们家，跟你们见一面。好，好，那我去了。去吧。妈，我去了。哎，去吧。哎，他爸，你说这虎子怎么说风就是雨啊？今天就来，那什么都没准备。那就赶紧准备啊。那行，那我准备去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你赶紧给凤儿打个电话，让她马上过来。好，电话我打。兰心呢？兰心还没来呢。走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我家。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我还要上班呢，告诉不行。单位是你家呀，你不上我还要上，告诉你。你不去是吧？好。这，哎，过火，你干嘛呢？哈，杨队，正好要跟你请个假呢，我们两个人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回来。听好假了，走。哎，你回来，我还没说给你假呢。红儿，哎，红儿，你躺着啊？哎，你躺你的不用起来啊！出去！哎，出去！来，哎，出去！红啊，真生我气了！滚开！哎呀，不就那天那事儿吗？我回去想啊，是我不对。你平时拿我当什么呀？你平时拿我当哥。你说不就签字这事儿吗？我拿吧什么呀？这字我签。用不着。妈，咱家院里金条狗，给它赶出去。你真我就帮你，你还骂我呢？怎么？妈。妈，你妈，别喊了，刚走你看见了啊？上哪儿了？你妈能饶了郭虎？我妈去找郭虎了啊？大嘴儿，是不是你告诉我妈郭虎家住哪儿的？你妈薅我脖领子逼我说的。
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像绑架似的？哼，对，我就是绑架，我要绑你一辈子。走。你们家郭虎啊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他想跑。我告诉你，跑两回都跑不了庙。他今儿要不给我们家爱红一个交代，我死你们家也信不信？爱红他妈，你有话好好说嘛，你别在这嚷嚷啊！少你怎么了？妈，什么叫嚷嚷啊？哎呀，正好，姑爷回来的正好，来，来，当着你们家人的面，今儿啊就把你跟我们家爱红的亲事给定了吧！啊，你别胡说，谁是你姑爷呀？哎，你这爱红他妈，你呀可能是误会了。你们家爱红确实来过我们家，但是虎子真的没有跟她谈恋爱。他没跟他谈恋爱。是啊。哎呀，爸，妈，谈恋爱怎么了？现在都90年代了，就算是谈了恋爱，也不一定代表要结婚啊。啊，是，谈恋爱是不一定结婚，但是他把我闺女肚子搞大。你站这儿干嘛？跟我进去。小哥，跟我进去。小哥，进去。小哥，进去。哎，说进来。你跟大伙说清楚。郭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跟大伙说清楚。今天大伙都在，你当着你妈和我们全家人面把话说清楚。是我郭虎干的事儿，我不会不承认。但如果不是我干的，你说破天都没用。跟你妈说。爱红，这可不是儿戏，你可不能冤枉我们家虎子啊！哎，谁冤枉啊？啊，谁冤枉啊？这有他这么做事的吗？闺女，当着大家伙的面，你说他怎么祸害你的？说，别怕，有你妈在这呢。委屈你了，你把话说出来，把事儿说明白，不就结了吗？这事儿，你告诉大伙儿，这字儿我是怎么签的，这孩子是谁的，说完了就结了。哎呦，不说是吧？行，我说，当时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对吧？你到江边寻死，我路过，我看到把你救上来，把你抬回宿舍，是不是？胡说什么呢？谁怀了别人的孩子？你让你闺女说，我不说。爱红，你倒是说一句话呀！是啊，你说话呀！不说是吧？他不说，我接着说了啊。我把你救回宿舍，你就跟我哭，你说你想把孩子打掉，
但是医生不同意，说医院必须要有家属签字。我问你，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你也不告诉我，还在那儿哭。行，我心想，我就再帮你一把，我就陪你去医院了，对吧？到了医院就看到你妈了，你妈劈头盖脸就把我骂一顿，现在又到我们家闹。你说你们娘俩是不是农夫与蛇呀？你再瞎编，谁是农夫谁是蛇呀？你们俩。嘿，闺女，说，跟他们说清楚，实话实说。我也不能吃你家不对。你亲口告诉你妈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是。听见没有？啊？听见没有，强家母？你们家国户让打掉的孩子，可是你们老郭家的种儿嘞！爸！救护车吧！叫救护车！别急啊，他爸。啊，挺好，不错，咱就住这儿了，啊，住这儿了，不走了。妈，这么闹下去，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咱要踏出这个门，就别想再回来了，知道吗？没见这一家人呢，啊，都是帮亲不帮理的主，以为咱要讹他呢。现在让你妈回去，你妈非一口气憋死不可。我告诉你，黑的白不了，白的黑不了。他郭虎办了缺德事不认账，我这回跟他死磕了。我呀，就心疼我那没见面的外孙呐，这个世上还没见一眼呢，就这么没了。你俩也是啊，谈恋爱就谈呗，有孩子又咋了？结婚不就得了？非拉你上医院去把手术给做了去，这不明摆着背着牛头，他不认账吗？他没见过这号人，我都是。你没事吧？你说，你跟他们这种人置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？啊、就是，爸，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？去医院吧，这样可不行啊！去医院吧。我死不了。胡子，你过来。爸，你当着家里人的面，你说清楚，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爸，您不相信您儿子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，我没做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赖在你头上啊？要怪，就怪我不该救他。他怀孩子真的跟我没关系吧？他爸，虎子不会说谎。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。虎子，你过来。他爸，要不要喝口水？喝口水吧，来。
做你的女朋友，帮你这个忙，会不会他本来就对你有点意思？听小何说，他是有点喜欢我，但我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当没做的事儿，打死我也不承认。妈，我来吧。对不起，这次我又给你惹祸了。好，过来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回你给我把住了，你不能再心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当年我要不是放你那该死的爸走，咱娘俩至于过这么窝囊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身边没个男人他不行。你别怕，有妈给你撑腰呢，啥也别怕。切，反正咱也住起来。哼。狗子，妈知道你心里委屈。这件事儿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家里人都信你。这兰心第一次到咱们家，就遇到这样的事儿，你一定要跟她好好说一说。她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她会明白的。我知道了，妈。不行，我得把他们娘俩赶走。哎，明天不行吗？不行。哎呀，现在大家正在火头上呢，你这么一去说又吵起来了。你爸还在屋里躺着呢，明天吧，啊，也许他们娘俩知趣儿就走了，这事儿不就完了？你要是不走呢？不走再说。乖点啊！再见啊！兰心姐，小婵，我来看看你。谢谢你啊。我本来还以为昨天放学回家我能见到你呢，没想到看到那对不要脸的母女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他们赖在我们家，死活都不肯走。那看来他们是不太想走了。是他们不讲道理，冤枉我小哥。我不相信我小哥他是那种人。兰心姐，你可千万要相信我小哥啊！小婵，谢谢你。没事的，你踏踏实实上学，大人事情不要操心。那要不等我放学我来接月月吧，我陪你吧。谢谢你，我可以的，没事儿。
你踏踏实实上你的学就可以了。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啊？你发牢骚有什么用啊？你让爱红把事儿说清楚。他一口咬定是我。不是为什么这样啊？中邪了啊？都怪我多管闲事儿，我就不该救他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这心太软，看不得别人为难。不，这爱红也太过分了，这不恩将仇报吗？他这么一闹，全乱了。啊！现在可是考验你心智的时候啊，这字迹可不能乱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兰心。哎，怎么了？没自信了啊？换做任何一个女人都很难接受。哎，我倒觉得啊，这汤浑水它总有清的时候。你和兰心啊，没那么容易被别人拆散的。你说我这几年是怎么了？准备了好几年，本来打算参加亚运会，为国争光，我的汗水都能汇成河了。可是到头来，连亚运会的边儿都没沾上。从一个职业运动员沦为一个职业司机，光环、荣誉、金牌，我都不要了。难道这还不行吗？这麻烦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主子，别想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啊！他婶儿，他婶儿，谁呀？哦，亲家吃饭了。哎呀，亲家，你们家吃的就这样啊？哪样啊？不是，就这点菜，你以为我们是要饭的呢？哎，这是不是你们家吃剩下的拿过来了？我们还没吃呢，这不就先盛上来给你们送过来了？哎，行吧。哎，亲家，等我们红嫁过来了，可不能天天再吃这个了，太素没营养，知道吗？
亲家母，哎呦，亲家公呢？他休息呢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事儿闹的，哎，别打扰他。哦。哎呀，亲家母啊，你这房子还真不少啊！将来呀，娶媳妇儿用不着住外边了。是我们家的事儿。哎，亲家母，哎，亲家母，这也是我们家红的事儿啊。他婶儿啊，这孩子这事儿吧，讲究一个你情我愿。这可不是强扭就能成的事儿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可就真不高兴了。你以为我们愿意干这上杆子的买卖呀？你说我们家红这么大姑娘了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乡里乡亲的想瞒也瞒不住了。你们家也一样，儿子都这样了，他还能再娶别人？我儿子哪样了？亲家母啊，你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我闺女说的一清二楚，你也听见了，想不承认没用。反正这事儿呢，你们家要是好好说的话，那咱就选日子成亲；要是不好好说，你们自个儿好好想想吧。那你要怎么样？那我就告你儿子强奸。反正人证物证都在，咱亲家做不成，咱只能做仇家了。他婶儿，做人可要厚道。你啥意思啊？啊，叫你这么说，我做人不厚道是吗？亲家母，你也是做母亲的，你也有女儿，你女儿要是遇上这样的事儿，你会比我看得更紧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红从小没爸，她可是我的命根子，她现在遇上难了，我这个当妈的不能袖手旁观，知道吗？他婶儿，你容我说两句。你说，这件事儿说来道去，你真的听明白了吗？这两个孩子他说的是不一样啊。我知道虎子，他做事敢做敢当。你那意思我闺女撒谎了是吧？我的意思啊，是咱们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再说，行不行啊？阿姨，哎，正好我闺女来了，你过来，红过来，你过来。你看见了哈，亲家，我闺女水灵灵的大姑娘，现在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她有必要撒谎吗？她有这必要吗？我相信我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阿姨，前些天我来你们家，您跟叔叔对我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。这件事儿，虎子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。我想你也知道，那天不就是请你帮着过来演个戏，做给我们家长看的吗？不是这样啊？哎，演戏，演什么戏啊？红，你上人家家里演什么戏来了？妈，没演什么戏，咱回屋说去。走了，这说去。哎，你听好了啊！你们要死不承认的话，我还真住这儿不走了。谁怕谁呀？真是胡闹！醒了。来，擦擦脸。刚才院子里是怎么回事？说要讨个说法，不给说法，他们就住在咱们家。他要讨什么说法？他要逼虎子娶他闺女。他说娶就娶啊？啊？我老郭家宁可娶不上媳妇儿，打光棍，也不会要这种女人进门。他说，咱们要是不答应，他就要告虎子。真是无耻！哎，他爸，千万不敢再动气。去，你去，打电话把他们都叫回来。行，我这就打。
国虎，国虎，家里来电话了。哎，喂，妈妈。等我回来。凤儿，黄老师好，你爸让我给你打电话啊，他们又在家里闹事儿了，你快回来吧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回去。凤儿，家里又来电话了。他们又闹起来了，我妈叫我回去呢。要不然我陪你回去。算了，我现在去不太合适。那我先走了。别生气啊。干嘛呀，小哥？出来！哎，小哥，等会儿，你干嘛呀？上哪儿去？小哥，你干嘛呀？滚！花花，干什么你？什么干什么？你也滚！凭什么？这是我家，滚！你家？我今儿跟你拼了！我今儿跟你拼了！这个妈！国虎，你以为我怕你？出去打听打听，老娘我怕过谁？你做了缺德事儿，你想让我放过你？没门儿！你要敢不娶我闺女，我要你命！你信不信？妈！好啊。妈！干嘛呀你？滚！你在这里面滚！你知道吗？不是要我命吗？来吧，要我命！虎子，虎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妈，你别管，咱不能被人欺负了。你不是要砍我吗？来呀！你要不砍我，瞧不起你今天。你害了我闺女，你强奸我闺女，你提着裤子不忍让你。小哥，你可以不认这个孩子，但是你不能毁了我下半辈子呀！你毁了我闺女一辈子，你！他妈今天逼了你！虎子，你走！你要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哎。我告诉你，我郭正刚一辈子清清白白，我没做过一件丢人的事。我不想让街坊四邻戳我的脊梁骨。你赶快带着你女儿走。你不怕丢人呐？我怕。你不要这张脸呐，我还要这张老脸呐！他爸，爸，爸，他爸，快点儿！妈，再赶紧回去吧，要不然没命了。脸都不要了，还要命干啥呀？郭虎他耍二杆子，让他耍，他还能闹翻天不成？妈，咱回家吧，咱不闹了行不行？要回你回，我不走。哎呀，妈！让他一下午就走，没那么便宜。我还不信了，他真敢杀人不成？妈，到最后行了，你也知道，你妈无理还搅三分的，这回让我逮着理了，我轻饶不了他我。哎呀，妈！做错事的人是他，他要敢不娶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他没完我。你就不怕他把我杀了呀？杀了你！这么着，他要是硬，那咱就软；他要是软，那咱就硬，跟他打持久战。